兰家的家世就不如商家的，不过还是属于豪门，两家结亲属于门当户对。商太太对于长媳的要求会高一点，因为她觉得长子当家，长媳以后也是当家太太，若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怕眼光，格局不够，无法挑起商家的重担。次媳要求就只要人品好了。商小飞安慰着母亲，我二哥那么好，总会遇到合适的女孩子的，这种事也讲究缘分，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，缘分未到强求不得。我二哥可能就是晚婚的命。商太太叹着气，他现在结婚都算晚婚的了，不用给他算命也知道他是晚婚的命了。他忽然拉过长媳的手，拍了拍长媳的手背，夸赞地道，还是阿晶最好。兰晶笑，她知道婆婆话里的深意是什么。当年她对商无痕一见钟情，对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，就像小姑子以前追求战印那样。最初商无痕也像战印对小飞那般，正眼都不想瞧他一下，也不给他机会。无论他对他多好，为他做多少事，他都无动于衷。兰晶追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追到手，顿觉心灰意冷，放弃了追求商无痕。结果在他放弃后，商无痕反过来追着他跑了。原来那家伙在他的追求中不知不觉就爱上了他而不自知。等到他不再追求他，放弃他时，他才看清楚他对他的感情，生怕他会去追求别人，赶紧反过来追着他跑。就是这样，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一起，成了恩爱的夫妻，如今还添了个儿子，一家三口幸福得很。商太太当初很看好兰晶，私底下支持鼓励兰晶。她觉得若不是兰晶苦心追求长子，以长子那样的德性，估计到现在都还是个单身狗一个。故而商太太特别的疼爱长媳，婆媳俩相处的也像母女一样。商小飞吃练战印时，不管战印是什么态度，他都不放弃，便是从兄嫂身上看到的希望，觉得大嫂苦追他大哥，最后终于如愿，他有样学样。可惜战印不是他大哥，一样的办法用在战印身上不起作用。妈，我先过去吃饭。商小飞逗了一下侄儿，估摸着居然做好了饭，便将侄儿交到母亲的怀里。他去拿了点新鲜水果，又拿了点零食，这才离开。商父说道，还没有正式结婚呢，每次从那边回来再过去时，总要在家里装点什么过去给君然。费老哈哈的笑，老话说的10个女儿9个贼，拿过去都是你女儿吃了，你女婿嘴巴没那么馋。好吧，当他什么都没有说过。商小飞刚进了别墅，就看到君然了。君然见到他，脸上便有了笑容，看着他走近，嘴上说道，我刚想去围墙边上喊你一声的，你就回来了，咱俩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我估摸着你做好饭的了，拿了点水果过来给你吃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商小飞走近他，将拿来的水果递给他。零食是他爱吃的，居然家里的零食要么是他买给他的，要么是他从娘家那边搬过来，反正2个家都是他的家，都有他爱吃的东西。谢谢。居然接过了未婚妻带过来给他吃的水果，还没有吃到嘴，就先甜到了心里。2个人一起回屋里，餐桌上摆着4菜1汤，不管是菜还是汤，都是商小飞喜欢的。这种时刻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真好。商小飞饭前吃了不少零食，不算很饿，不过也吃了不少，实在是抵挡不住君然的好厨艺。君然，我发觉你的厨艺是越来越好，都快追上战家老六了。战家老六有个外号叫做战六神厨，战六是战家6少爷，神厨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夸他厨艺好。君然知道，不过他和战远不熟，交集太少了。战远离开管城也有好几个月的时间，他现在都要想一想，才能想起战家6少爷的样子。你觉得好吃，喜欢吃就好，不往他私底下偷偷练厨艺。相较于战印，他想他能在厨艺这一方面超过战印的了。
总算有一样能超越战印的。这些话居然当然不会说出来，商小飞都不知道他悄悄地向战印对齐呢，就因为他曾经痴恋过战印，哪怕战印从来没有爱过他，但对于君然来说，战印就是他曾经的情敌。潜意识里他就想和战印打成平手，能超去就最好。当然，这些潜意识并不会影响到他和战印的交情。好久没有见过战家六少了，君然随口说道。商小飞接话，他呀，听彤彤说是去 X 省的 A 市给那边大豪门的大小姐当私厨了。他给人家当私厨，他自己不是开了不少酒楼、饭店的吗？他生意可不少，居然撇下自己的事业，跑去给别人当厨师。他对做菜还真是执着，想必是为了学习吧。商小飞放下了碗筷，他实在是吃不下了，再吃下去他就要扶着墙走路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战奶奶喜欢给她的孙子们挑选媳妇儿，她老人家看中了，就交给孙子一张相片，相片上面有女方的基本资料，其实就是姓名、年龄、学历、工作等普通资料，然后让他们去追妻，给1年时间。君然点头，他和商小飞是未婚夫妻关系了，有瓜食大家一起吃的。商小飞跟他说过好几次了，他觉得战奶奶比他的奶奶更精明，他奶奶是爽快的性子，倒是没有战奶奶这般为孙儿操心人生大事。君老太太向来是随缘的，她觉得每个人的命不一样，能遇到谁和谁结婚都是命定的事，随缘便好，不必强求。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战奶奶却操心，几个孙子的人生大事都是她老人家操心的，可能是孙子们都听奶奶的话吧，她老人家又实在是闲得无聊，干脆就给孙子们挑选媳妇儿，既能让孙子们结婚，又能打发无聊的时间，一举两得。这是战奶奶选择的生活方式，别人无权干涉。他老人家的孙子都听他的话，顺着他的意思去追妻，最后能够抱得美人归，皆大欢喜。战奶奶给六少看中的媳妇儿，该不会是 X 省 A 市某个豪门的大小姐吧？商小飞点头，我听彤彤说就是那样。君然，婆孙都乐在其中，我们外人等着他们请喝喜酒就行，那是我们就等着喝他们的喜酒就行了。我妈还请求战奶奶帮我二哥物色一个媳妇儿，君然笑了笑，说道战奶奶会帮忙，但效果不会有战家几位少爷那么好，毕竟你二哥不是战家儿郎，不会听战奶奶的安排，顺其自然吧，反正我有嫂子了，也有侄儿了，过上几年，我大嫂若是生2胎，生个侄女给我，我就侄儿侄女都有了。二哥结不结婚，由我爸妈操心，我当妹妹的说什么，我二哥也不会听我的。二哥疼他是很疼他，但在人生大事上，二哥固执得很，连爸妈都拿他没有办法，更不要说他这个妹妹了。也不知道我大哥还肯不肯要2胎，他心疼我大嫂怀孕苦，当初还想让我大嫂去流产呢，被大家劝住了，他就一直紧张到我大嫂生娃。如今一大家子都疼爱小宝，大哥也疼爱，但相较于家人来说，商无痕对儿子的疼爱显得最薄弱。商小飞有时候都会吐槽兄嫂是真爱，侄儿就是那个意外。君然只是笑，不接话，也无法接话。他吃饱后起身收拾碗筷，商小飞则擦桌子，然后跟着他一起进了厨房，共同洗碗。他不用他帮忙，他也坚持帮忙。我妈总说我奴役你，要我对你好一点，体谅你上班累。这不是奴役，一个家本就要2个人共同经营，维护才能长久幸福。你也上班呀，也累呢，我们相互体谅就可以了。居然从来不觉得做点家务活有多累人，也不认为家务活是女人的活儿。家是共同的家，就要共同付出，共同经营及维护才能长久。我妈现在最偏心你了，
居然笑妈是对我很好，像我亲妈一样。相互的，因为他带未婚妻回风尘山庄的时候，他的家人也对小飞最好，就连佣人们都只看得到小飞，看不到他这个五少爷了。还有他的小侄儿们居然也是要小飞抱，不要他抱了，严重的偏心呀！哈哈，但这种偏心他却觉得很幸福。这边的居然和商小飞过着平静而温馨的小日子，远在海城的战义阳却焦头烂额的。杜家上下铁了心要成为他追求杜雨萌的绊脚石，时不时就要杜雨萌去相亲。而杜雨萌身边还有一个刚从国外回来没多久的竹马，哪怕那个竹马心有所属，对杜雨萌没有男女之情，但架不住杜家和向家的长辈想结亲呀。除非向阳明明白白说他不会娶杜雨萌，两家人才会死心。向阳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明明心里爱的人是嫣姐，就是不表白，拖到现在嫣姐都放弃了，他也还是以工作为重，战义阳都替他着急。战义阳怀疑向阳是收了杜家的好处，故意这样子给他添堵的。战义阳那是防得了这个防不了那个，还要打理生意，不就焦头烂额的了。好在他在海城买的房子已经办好过户手续，房子虽然没有买在杜家的隔壁，离得也不算远，也就1-2公里的路，开车的话几分钟就能到。此刻战义阳坐在车内，副驾驶上放着一束花，一个红色的大锦盒，那是给杜雨萌买的一套珠宝，另外车后座还有给杜雨萌买的护肤品、化妆品以及名牌包包、名牌衣服。但他进不去，只能在公司门口等着。而就在10分钟前，他明面上最大的情敌向阳开着车直接进入了杜氏集团。虽说向阳身着工作服，带着一名秘书过来，说是谈合作的，战义阳还是不爽。他说服了大哥在海城加大投资，成立一家有点规模的子公司，然后交给他来负责。他也想和杜氏集团谈合作的，怎么不见杜氏让他进公司？不是杜雨萌拦住他，是杜家大小姐的意思。因为现在杜氏集团他是老大。战义阳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杜雨萌，杜雨萌好一会儿才接听他的电话。萌萌，你什么时候下班？我买了电影票，是春节，是最火的一部电影，咱们去看场电影吧。饭点已过，杜雨萌早就吃过了饭，他只能说请他去看电影。没那么快，我不是告诉你，我今晚要加班的吗？你还在公司门口等着。今晚气温会骤降，接下来的几天里会是年后最冷的时候。你别等了，赶紧回去休息，免得又受寒着了凉。杜雨萌接听电话的时候，特意走到窗前往楼下看。不过他的办公室位于高楼，距离地面太远，他没有用望远镜，眼力再好，也看不清楚公司门口停的车子是否就是战义阳的。公司门口停着不少车子呢，有些是来访的客人的，有些是公司职员的。公司里的停车位不够用的，公司门口还有空地，没有抢到公司里面的停车位，大家便只能将车子停在公司门口的空地，只要不挡住主通道就行。战义阳要等杜雨萌下班，停留的时间很长，自是不会将车停在主通道上，免得挡了别人的路。值班保安要是往上面打一通告状的电话，杜大小姐真能让人把她的车拖走。战义阳还不敢怒，谁叫他当初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他爱慕的狐狸就是杜雨萌，小伤了一次杜雨萌的心，惹怒了护短的杜家人。杜家人都在挑他的刺儿，挡他的路，使绊子不让他轻易追到杜雨萌。好在经过吃辣椒事件后，杜家人整治他不会太过分了，不管他们做什么，都在战义阳能够忍受的范围内。奶奶说就想看追妻火葬场，总算看到了。战义阳被自家奶奶气到想吐血，奶奶也不是真的跑过来看他追妻火葬场，他老人家带着3个儿媳妇住进了风尘山庄，玩得不亦乐乎的，乐不思蜀，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孙子。
但凡奶奶肯来一趟海城，替他说说情，杜家会给奶奶面子，对他的整治会少一点的。奶奶不会来，整治他最狠的往往就是他的奶奶呀。就是通话间，战义阳已经在心里吐槽自家奶奶几百遍了，让远在风尘山庄的老太太接二连三的打了几个喷嚏，吓得他老人家赶紧远离君言，生怕自己感冒了会过了病气给君言，还跑去找君家四少奶奶，让程医生给他老人家瞧瞧，是不是感冒了，赶紧吃点药治好了才敢抱小女娃。程玲玲帮他老人家把过脉后，说了句战奶奶的身体好得很，很多中年人甚至年轻人都没有战奶奶这么健康的体魄。然后老太太就嘀咕，不知道是我哪个不孝孙在心里骂我了，肯定是老四，因为老四追妻最不顺，肯定没少在心里骂他这个奶奶的偏心。扯远了，战义阳下车，视线盯着杜雨萌办公室的楼层。他经常在公司门口等着，数着办公大厦的楼层数，确定杜雨萌的办公室所在的楼层。数得多了，现在他一看就能锁定杜雨萌的办公室楼层，都亮着灯，但他看不到杜雨萌，距离太远了，他又没有千里眼。我不冷，不想回家，就算不能请你去看电影，我也要在这里等你下班。战义阳不会轻易离开的，特别是向阳现在在杜氏集团里，他敢说负责接待向阳与向阳公司谈合作的人必定是他家萌萌。杜家故意给他添堵的，姓向的也是白天那么多时间都不过来，非要等到晚上才过来，害得萌萌不得已加班。好吧，平时杜雨萌也经常加班的，不是加班就是应酬，毕竟他是杜氏集团的副总裁，也是忙得团团转的。战义阳要不是兄弟多，兄弟们帮他分担了工作，他都没有时间过来求得杜雨萌的原谅，重新追求他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忙完，你还是快回去吧，别等着了。杜雨萌想说，他等会儿下班后会和向阳哥一起吃宵夜，怕说了战义阳更加不肯离开，他才忍住没有说。雨萌，我今天一天都没有看到你，不等到你下班见你一面，我今晚都睡不着觉，明天也会吃不香的，今天我就吃不香。傍晚扒了几口饭就吃不下去了，现在感到好饿，可是我没有胃口。战义阳说得可怜兮兮的，却也是事实，今天他真的一整天没有见上杜雨萌的一面。至于说吃啥啥都不香，那是夸大其词的，不那样说雨萌不会心疼他。杜雨萌深吸几口气，耐着性子劝道，见到我又怎么样，别冷坏了自己，回去吧，我明天还要出差，今晚要将手里的事情都处理好。你明天要出差，去哪里出差？我陪你去。战义阳马上就说道。杜雨萌错开话题，我还有客户在等着，就不和你说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免得我大姐看到你又不给你好脸色。雨萌，我能不能进你公司，在你办公室里等你下班？办公室里有暖气，就不冷了。杜雨萌直接说不方便，我有客户，就这样了，你回去吧。说完，他赶紧挂断电话。知道战义阳缠人，没想到这般缠人。日子过去了多少天来着？杜雨萌看了一下日期，年后开工到现在还不到1个月呢，咋过得这么慢？大姐说至少要坚持半年，不给战义阳希望，让他尝到了追妻的苦头，半年后才可以适当的给他一点甜头，让他舍不得放弃，就一直追着他，等他能完全拿捏住他，就可以接受他了。过一段时间的两人世界，然后结婚办婚礼，少说也需要2年的时间吧。反正战奶奶给战义阳1年的时间早就过了。杜雨萌心里其实并不怪战义阳的，毕竟是他马甲太多隐瞒了，至今都没有真正承认他便是狐狸。他拒绝的是杜雨萌，并不是他的马甲，但马甲也是他，他们是同一个人。战义阳不知道而已，应该生气的人是战义阳才对，
因为他被他骗得团团转的。大姐是为了他好，不过杜雨萌也不会完全听大姐的。等他忙完这几个月，他就和战一阳开诚布公谈一次，再决定要不要在一起。他爱他是爱他的，他也爱他，哪怕他最先爱的是狐狸，但狐狸是他扮的吗？等于也是爱他。扭身，杜雨萌离开了窗边，走回到待客区，重新坐下。向阳一直留意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他和战一阳通话时，声音刻意压得很低，向阳也能猜到他们在说什么。是战一阳打电话给你？向阳温和地问道。杜雨萌嗯了一声，他说买了电影票，等我下班就请我去看电影。杜雨萌淡淡地道，我都多少年没有看过电影了，对如今的那些电影也看不进去，偶尔看一下电视，他都是看新闻、看财经，看其他节目绝对不会追剧。我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公司门口等了一会儿，我好像看到他的车上放着礼物，给你准备的。向阳笑道，战四少对你是真心的，过去的那点事，还真怪不得了他的。萌萌，你不要钻牛角尖，他爱的不都是你吗？如果他当初爱上的是别人，那还能说是伤害到你？我又没有怪过他，向阳哥，我没想到你会替他说话。杜雨萌老实的道，我最近是真的很忙，没有时间去处理感情上的事。想想当初我追着他去了管城，他给我的答复，我多少都觉得自尊受损。现在就是拿那乔，不过分吧？向阳笑，不过分，当然不过分。你对他已经很好了，向阳哥希望你幸福，不用像我和你嫣姐那样。他对你是真心的，你又爱他，你们郎有情妹有意的，我这个当哥哥的，自是希望你们俩早日在一起过幸福的日子。他和阿燕中间横着太多的问题，处理不好，很难会幸福。他们感情路不顺，就希望这个干妹妹过得比他们都好。杜雨萌望着向阳，笑道，我没想到向阳哥会替战一阳说话，我和他又不是真的情敌。向阳也笑，我对你一直都是兄妹之情，你亦不爱我，想让我们结婚不过是父母的一厢情愿，我的表现也不过是配合着你演戏，刺激一下战一阳。哥承认战一阳最适合你，你们两家也门当户对的。向家如今的财富地位远不如杜家，阿燕家里就更不用说了，就是因为阿燕家里眼看就要家道中落，他父母态度就变了，不再支持他和阿燕在一起，也是看他们俩一直这样处着，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进展。说是兄妹，彼此又有情；说是情侣，又从来没有说过爱不爱的话。向阳哥，我和战一阳之间的问题不严重，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就跟他谈了。倒是你和燕姐，你真的就这样放弃吗？真不去挽回？你不怕燕姐为了帮他家的公司，嫁一个她不爱但能帮到她的男人吗？向家有能力帮到燕姐家里的，就是看向家愿不愿意帮。他也跟长姐谈过了，杜氏能帮就帮一把燕姐家里，母亲也替燕姐家里着急。怎么说？母亲和燕姐的妈妈都是几十年的好闺蜜了，明面上母亲想撮合她和向阳，私底下母亲却对向太太嫌弃燕姐，不想帮燕姐家里有点意见，觉得向太太有点落井下石。大家都是几十年的老友呀，以前也曾合作过，孩子们又是一起长大的，真正的青梅竹马。燕姐家里遇到困难了，他们就开始嫌弃燕姐，也不许向杨哥再借钱给燕姐家里渡过难关。其实杜家人早就认可了战一阳的，真拿向阳和战一阳来比，向家不如战家。向阳和战一阳顶多就是打成平手，想超越战一阳不可能。向阳叹口气，我刚接手这边的工作，还忙得很，分不开身。我和阿燕之间不是打电话发信息就能沟通清楚的，需要当面说。过段时间吧，等我闲一点了，我回去一趟，跟他好好的谈一谈，也跟我父母表明态度，这辈子我非阿燕不娶。分开了，向阳才知道自己不能失去阿燕，
失去他，他会后悔一辈子，余生都不会幸福，也不会快乐。青梅竹马20-30年，那份感情深如海，既有爱情，也有友情，更有亲情。他早就成了他的一部分。杜雨萌放下心来，你能看清楚自己的心，我就放心了。等他回家，再跟嫣姐通电话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嫣姐。两个人都是事业心重的人，这么多年都没有真正在一起，未尝不是工作的原因。向阳哥，你稍微片刻，我打电话给保安队长，让他们放战一阳进来，外面冷了点儿。哪怕战一阳待在车上，车上有暖气，那么冷的天，待在车上，他也抵挡不住寒气。受不了冷的他，为了他年后马上就过来，待到现在也是难为他了。好，你快打电话吧，别让他冷坏了，到时候感冒生病，你又得心疼。向阳笑道。杜雨萌走开，打电话到保安室，吩咐保安放战一阳进公司，又通知了前台，等战一阳进来后，安排战一阳在1楼的贵宾室等着，喝杯热水，暖和一下身子。打完电话，杜雨萌才走过来，继续和向阳讨论着合作的事。虽说杜雨萌拒绝了跟他去看电影，但战一阳并没有离开。情敌还没有出来，他岂肯离开？静坐在车内，视线看着那栋办公大厦，时不时就扯一下外套。车内有暖气，他还是觉得冷，时不时要搓一搓手。管城那边这2天也降温了，到春寒，每年年后都会有一段时间挺冷的。不过管城的气温是很疯的，3天前还热得穿短袖，然后下了2天的雨，那气温呀急剧下降，人们又赶紧拿出厚外套穿上。海城这边一直都冷，就是这几天特别的冷，离了暖气，冷得他都受不了。有一名保安从里面出来，战一阳知道他那是杜氏集团安保部门的队长。保安队长走出来，走到战一阳的车子前，他敲了敲车窗，战一阳按下了车窗。冷风灌进来，他缩了缩，冷就算了，还风大，这风吹来像千把尖刀扎过来一样，吹得人的脸都痛。保安队长扯了扯他的帽子，遮挡住他露出来的耳朵。战先生，我们杜副总让你进去，不过只能在1楼的贵宾室等着，不能上楼去，杜副总还在加班，很忙，没空招待你。闻言，战一阳顿时觉得不冷了，就知道他家雨萌舍不得他在外面吹冷风的。好，我不会打扰他工作，我就在贵宾室等着他。战一阳欢喜地应着，随即又问，我可以开车进去吗？保安队长想到杜副总都让战先生进去了，开不开车有什么区别，便点头说道，那你开车进去吧，不是所有人都在加班，公司里面应该还有停车位的。战一阳谢过保安队长，又拿了一包烟递给对方。保安队长犹豫了一下，才接过战一阳递给他的那包烟，是华子。不愧是战家的4少爷啊，给他们这些打工人抽的烟都是华子。保安队长扭身回保安室去了。很快，公司大门打开，战一阳在这里守了好几个小时，总算能够进去了。他开车进去，转了一圈，才找到一个停车位停好车。下车后，他从副驾驶座上拿下了那束花，其他礼物他暂时不拿，等见到杜雨萌，能将他哄上他的车，再送给他也不迟。战一阳抱着花束走了几米远，想了想后又折回来，将准备的礼物全都拿下车，一并带进办公大厦。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本事说服杜雨萌坐他的车，那丫头虽说不像其他人那样针对他，但他淡淡冷冷、客气又疏离的态度才是最扎他心的。别人什么样的态度，战一阳都无所谓，未婚妻的态度最重要，所以带来的礼物还是全部抱进去好一点。哄不了杜雨萌坐他的车，他能够将礼物都塞上他的车。战先生，战一阳走进办公大厦，一名前台迎过来。晚上只有1名前台，他已经接到杜雨萌的电话安排。看到战一阳进来，
礼貌地带着战义阳走向1楼的贵宾室。战先生，我们杜副总说外面冷，让你在贵宾室坐会儿，暖和一下身子，喝杯热水再回去。战义阳温和地道，我会在这里等着你们杜副总下班。前台笑笑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要他说的话他都说了。战先生听不听，那是战先生的事。对于战义阳抱着花束，提着大盒小包的礼物，前台早就见惯不怪了。这位战先生每次过来都给杜副总买很多东西，就没有空过手的。以前也是这样子。战先生长得帅，家世也好，对女孩子温柔体贴，照顾的细心周到，哪个女孩子能够抵挡得住他的攻势？所以去年杜副总就动心了。谁知道战先生不过是玩玩的，在杜副总动心后，战先生竟然当了逃兵，跑回管城去了。杜副总为此还千里迢迢地追到管城去。回来后，杜副总心情低落了一段时间，大家都在猜测事情的后续，但没有人敢去问杜副总。还是今年初，战先生重新回来追求杜副总，大家才知道去年的后续。知道去年的后续后，再看着现在又一副痴心样子的战先生，他们都担心又是玩玩的。杜总整治战先生，他们看着戏，反而有一股大快人心的快感。特别是那些心里爱慕着杜副总的男职员，更是幸灾乐祸，恨不得能亲自动手教训一下战先生呢。战义阳将带来的礼物轻轻地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，前台给他倒了一杯热水过来。战先生，你喝杯热水暖暖身子。谢谢。不用客气。战先生，你在这里坐坐，我出去做事了。战义阳点点头。前台扭身走出去。战义阳在这里又等了将近2个小时，才听到外面传来了脚步声。他连忙放下杯子，起身走出去，看到杜副总和向阳并肩走着，向阳的秘书跟在他们的后面。2个人边走边说着话，脸上都有着笑容，很开心的样子。萌萌，向阳忽然停下脚步，在杜雨萌一停下来时，他伸出双手帮杜雨萌整理一下她的外套。杜雨萌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向阳哥，你总是这般的体贴，看到你的衣服有点乱，帮你整理一下。向阳笑得温煦如春风。我这么晚过来，害得你加班这么晚，饿了吧？走，我请你吃宵夜。说着，向阳还要去拉杜雨萌的手，一只大手横来，抢在他之前拉住了杜雨萌的手。随即杜雨萌被那只大手拉过去，都不用看，向阳也知道拉走杜雨萌的是战义阳。他伸出去的手停在半空中，并偏头看着战义阳。战义阳，你还没有走吗？被战义阳拉到一边去，杜雨萌心里是松了口气的。有时候他觉得像杨哥似乎是想和他发展成男女朋友似的，哪怕他是演戏故意刺激战义阳的。杜雨萌怕他演得过火了，说笑笑，吃顿饭没事，但他不想和向阳哥有肢体接触，不是因为战义阳，而是嫣姐。在他的眼里，向阳哥是嫣姐的，他叫嫣姐做姐，向阳就等于是姐夫了。我等你下班。战义阳温声说道：雨萌，你忙完了吧？饿了吗？我请你吃宵夜。他才不让向阳请雨萌吃宵夜呢，要请也是他请。杜雨萌还没有答话，向阳就说道：既然战先生请吃宵夜，萌萌，那我们就给战先生一个请客的机会吧。正好我们都饿了，意思是让战义阳连他以及他的秘书都一并请了，打定主意要当电灯泡的。战义阳爽快的道：好，我请大家吃宵夜。他又轻声问杜雨萌：雨萌去吗？杜雨萌神色淡淡的说道：向阳哥说饿了，那就一起出去吃宵夜吧。战义阳咧嘴便笑，欢喜的道：好，我请客气，雨萌你先跟我来。他拉着杜雨萌走进了贵宾室，拉近前后，他才松开了杜雨萌的手，然后从茶几上捧起了花束递给杜雨萌。杜雨萌看看花束，又看看摆满茶几的那些礼物，
他皱了皱眉，说：“战一阳，战一阳，你不要次次过来都买这么多东西，我不需要，你拿回去。雨萌都是一些小礼物，是你喜欢的款式，也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收下吧。”杜雨萌只接过花束，花束我收了，其他东西我都不需要。收下他的花束，让他看得到一点希望。看在他上次吃了那么多辣椒，还辣到住院的地步，他才肯收他的花，算是他吃辣椒的一点回报了。至于贵重的礼物，杜雨萌暂时还不会收的，他也不缺。新衣服，他的衣帽间多了去，多少衣服他连穿都没有穿过。名牌包包、护肤品这些东西他也多，家里有专门的房间给他放各款包包的。珠宝也多，父母兄姐都极是疼爱他的，经常送他很多珠宝。长辈送给他的珠宝，不仅是长辈的疼爱，还很珍贵。特别是奶奶分给他的那些珠宝，有一套红宝石珠宝，价值不菲。雨萌，你再逼我收下这些东西，就不用你请我吃宵夜了，我请向阳哥。杜雨萌冷下了俏脸。战一阳赶紧说道：“好好好，这些东西我先拿回去。雨萌，我等你等了那么长时间，还是让我请你们吃宵夜吧，给我一个请客的机会。追妻还未成功，他还需继续努力。”好在雨萌肯收下他送的花束了，也算是前进了一小步，至少能看得到希望。杜雨萌抱着花束转身往外走，战一阳赶紧拎起放在茶几上的大盒小包的，飞快地跟上杜雨萌，生怕走得慢了。杜雨萌又被情敌拉过去，一行人往外走，战一阳横在杜雨萌和向阳中间。向阳换位置，他也跟着换，反正他就不让向阳挨着他家雨萌。雨萌对向阳明明只有兄妹情，向阳不知道吗？还要死皮赖脸地缠着他的雨萌。